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蝴蝶飞飞。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：女子夜宿山头，睡醒盖了张蛇皮，大蛇托梦，等的就是你。明朝年间，安县梁庄有一个叫祝小平的女子，她家境贫寒，3岁的时候，亲生母亲就去世了。自从她的母亲去世之后，加上她又是个不能传宗接代的女儿，她的父亲对她很不重视。每次街坊邻居看见她，不是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就是蓬头垢面的，在家门口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。隔壁的那几个小嫂子都看不下去了，说这没娘的孩子就是可怜，即便是个女儿，也不能这样对待吧？这还是亲生的吗？大冬天的，小手都冻得通红，头发比男孩子都要乱。可是一个3岁的孩子懂什么？冷了只知道回屋，饿了就喝点水。父亲祝老汉根本不管他死活，只知道去县城找活干。于是李婶和隔壁的那些婶子就在祝老汉出门的时候，给了祝小平很多的温暖，帮他扎头发，又将自己家孩子太小的衣服给他穿上。要不是这些街坊邻居的相助，祝小平恐怕小年纪就要随他母亲去了。这祝小平可怜就可怜吧，可在他5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女人回来，在1年之后还给祝老汉生了个大胖儿子。这下祝小平在家的日子就更艰难了。3岁的祝小平什么都不懂，父亲好歹会看他几眼。自从有了儿子，这后娘就开始使坏，她不仅不帮着照顾祝小平，还让小年纪的祝小平踩着凳子上灶台做饭，要是做不好，就会遭来一顿毒打。而这都是父亲祝老汉默许的。父亲觉得女儿没有用，迟早是要嫁人的，现在能帮家人干活就多干活。而后娘生的那个弟弟倒是每天像个公子哥一样，什么都不用做，眼睛一睁开就有饭吃，天天被父母捧在手心。祝小平也曾想抱抱弟弟，可是他一接近弟弟，后娘就开始数落，说祝小平是个晦气的孩子，让他别靠近自己的儿子。祝小平虽然住在这个家，可是后娘进来之后，他就没有自己的房间，被赶到了柴房。他觉得自己早就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，只是在这里打杂而已。年幼的遭遇使得祝小平的心里早就麻木了，他真的好想离开这个家。他不想嫁人，也不想伺候家人，他只想等到自己有谋生的本事了，就去县城找活干，不和这个家有任何的牵扯。如今的祝小平已经16岁了，他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摆脱这个家。这一天，他吃完午饭，后娘和弟弟都去睡午觉了，而祝小平却要拿着柴刀，背着竹筐上山砍柴。这10几年来，他都是任劳任怨，已经习惯了。他在半山腰砍完柴，抬头看了一下天空，夕阳已经染红了半边天，真是美得让人窒息。他想，如果他的生活也能像这夕阳一样美就好了。他看了一会儿，又看了看自己后背的竹篓，就被打回了现实，还是乖乖回家劈柴烧饭吧。要是迟了，指不定又要被那个没轻没重的后娘给骂得狗血喷头。即便他习惯了，心里也不好受。祝小平深吸了一口气，就从树丛中出来了。他快出树林的时候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阵哎呦哎呦的痛苦喊叫声。他觉得是有蹊跷，就带着好奇心往四周看了看，可是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就连声音都消失不见了。祝小平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坐在村口，听那些上了年纪的老爷爷和老奶奶讲故事。他曾经听过，在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要赶紧走，别回头，因为傍晚是日月交替之时，一些脏东西就是趁此袭击人类的。祝小平不敢逗留太久，
他加速了自己的脚步，往山路口走去。只要过了这个树林，下山就快了。祝小平迈开大步一直跑着，一不小心就被脚下的一个东西绊了一下，砰！第一声摔倒在地上。就这样一摔，他的心里又开始紧张起来，该不会真的被什么东西跟住了吧？祝小平在慌乱中仔细回忆，刚刚好像是被一个软绵绵的东西给勾倒的。莫非还坐在地上的他回头一看，竟然看见草丛里伸出了一只手。没错，将他绊倒的就是这只手。在这只手的后面，发出了和刚刚一样的声音：“哎呦，救命！姑娘，救救我！在这荒郊野岭的，怎么会有人出现？而且这个真的是人吗？”村里的老人曾经和他说过，有些山中的妖怪会变为人形来骗村民，最后将村民的血都吸干。祝小平一想到这，整个人都起鸡皮疙瘩了。他站起来，往后退了几步，准备不救这个喊救命的人，先逃再说。就在他犹豫的时候，夕阳已经不见了，随之而来的是升空的月亮。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！祝小平一刻也不敢耽搁，径直往山路的方向跑。可是无论他怎么跑，都跑不出这个林子，总是在原地打转。转了好多圈之后，在黑乎乎的环境中，又被一个东西绊倒了。祝小平拿出火折子点燃了一看，又是刚刚的那只手。此时的他已经不害怕了，死就死吧，反正活那么多年在家也是被折磨，不如痛痛快快入这妖怪的口好了，早死早超生。他坐在这只手的旁边，大喊一声：“来吧，快点动手，免得我后悔。”哪知道这只手的后面再次传来声音：“我什么时候要你命了？只是让你拉我一把，我被石头压住了。你跑什么？跑了半天都没有跑出这林子。”祝小平一听，难道真的是自己误会了？他赶紧从身后背着的竹筐里拿出一根木条，用火折子给点上，插在地里，然后走进草丛，将压在男子身上的几块大石头搬开。那男子的脚被石头长时间压着，已经僵硬，动都不能动。祝小平只好用力地将男子给拖出来。男子出来之后，坐在火把旁边，对祝小平说道：“那边有个山洞，我们去那边吧。现在天黑了，外面冷，我们在山洞里生个火，会暖和一点。”这男子说话有气无力，气喘吁吁的样子，看着也不像坏人。祝小平怕他被夜间的寒风冻得一命呜呼，就麻烦了，于是答应下来。说实话，刚刚这男子告诉祝小平旁边有个山洞的时候，他有点迟疑，因为他经常在这一带砍柴打猎，可从来没有看见过什么山洞。要不是这天色已经黑了，他又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他才不会答应这男子呢。祝小平一边扶着男子，一边心事重重，手上还要拿着火把，也没有注意这男子所带的路。不一会儿，男子就喊道：“姑娘，你看，到了，就是前面这个山洞。”祝小平抬头一看，果然有一个山洞出现在他们的面前。此时的祝小平也松了一口气，起码这个男人没有骗他，应该也不是什么妖怪。两人进去之后，由于男子身体虚弱，祝小平就将自己背后的柴拿了好多出来，用那根木棍点燃了，做了一个火堆。那男子烤了一会儿火之后，手脚才终于活动开，没有像刚刚那么死气沉沉的。祝小平这才借助火光看清了男子的长相。这男子浓眉大眼，高高的鼻梁，皮肤很白，一看就是个俊美的男子，柔弱无力的样子，虽然有点病态，却让人看了心底不免会泛起一丝爱意。祝小平正盯着男子，在那里认真地看着，被男子给发现了。可男子没有直接回头，
而是看着这堆篝火说道：“我好看吗？你一直盯着我看，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。”祝小平这才知道自己失礼了，赶紧将头转回来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好看的男子，所以就……”祝小平没有再往下说，停在那里不吱声。两个人沉默了好久，男子忽然凑上前来，在祝小平的耳边轻轻地说道：“你既然觉得我俊美，那你要不要嫁给我？”祝小平被吓得想逃走，可是一只男人的大手已经搂住了他的腰，让他不得动弹。即便他用力地挣扎，想甩开这个男子的手，可是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体软绵绵的，没有一丝力气，无论他怎么挣扎，都摆脱不了眼前的男子。这男子见祝小平无力的样子，将自己的嘴对准祝小平吹了一口气。祝小平闻了之后，竟越看眼前的男子越顺眼，他的身体开始发热，好像有一股热气要从自己的身体里冲出来。他想拒绝眼前的男子，可身体却不听自己的使唤。他开始将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脱去。男子见祝小平的样子，也将自己的衣服脱去。两个人抱在一起，男子的唇紧紧地贴到了祝小平的唇上。两人交缠了好久之后，男子在祝小平的耳边小声地问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祝小平在迷迷糊糊中回答道：“你是相公，相公，不要离开我，抱紧我。”当祝小平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身上更热了，他无法排出体内的热气，痛苦地说道：“相公，救我，我好热。”他刚一说完，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入，让他觉得非常痛苦。他又挣扎了一会儿，这种痛苦就变成了快乐，这是一种作为女人的快乐。他一边享受着身体的快乐，一边在黑夜中喘着粗气。此时他的耳边又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娘子，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，以后没有人敢欺负你，记住，没人敢欺负你。”祝小平忽然醒来，他没有在山洞，旁边也没人，只是他感觉自己的整个人都晕乎乎的。他一站起来，两条腿就软了下去，没有力气。他觉得不对劲，就摸了一下自己的裤子，怎么湿了一片？祝小平觉得不妙，就找了个隐蔽的草丛，将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看了一下，他整个人差点晕过去。他的裤子竟然见红了，那也就是说，昨天晚上的不是梦，他真的和一个男子在山洞发生了关系。可是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男子，这该怎么办？一定不能让别人发现，不然他一生的清白就完了。可转念一想，清白没了又如何？就算他的清白还在，他也不能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。而昨天晚上的男人虽然不认识，至少长相俊美。他想起昨天晚上第一次做女人，现在脸上还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而且他曾经扒在门边，亲耳听见后娘和爹爹说，等到自己能嫁人了，就要收好多的彩礼，将她给嫁掉。说嫁人还好听了，其实就是将她给卖掉，然后挣钱给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日后娶媳妇用。一想到这，祝小平又开始皱起了眉头。他想，若后娘将她出嫁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，他是不是会气死？不管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祝小平看着蔚蓝的天空，才意识到昨天晚上没有回家，这下糟了，他回家肯定要被爹爹和后娘给责骂不成。他正在担心，就到了家门口，在深呼吸了一口气之后，他想，死就死吧，反正也被骂了10几年，怕什么？把我赶出来最好，我直接去县城找活干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祝小平一推开门，后娘就已经在屋门口笑脸相迎，亲切地说道：“小平啊，你回来了。”
昨天晚上去哪里了？都找不到你，娘真是担心死了。祝小平一听就觉得恶心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真没见过这么虚伪的女人。正所谓无事献殷勤，非女甘急道。他知道这后娘又要耍花招，就说道：昨晚我很早就睡了，今天一大早就上山砍柴了。祝小平刚说完，就将自己的竹筐从肩上卸下。他一看，糟了，这竹筐里的柴昨天晚上用光了。这话一听就知道是假的，他又想起自己的裤子见红了，还好用外套盖住了，得赶紧去换。奇怪的是，后娘也知道他在撒谎，竟没有生气，还笑着让他赶紧去柴房收拾一下再出来。祝小平回自己的柴房准备了一下出来吃早饭。今天的早饭是后娘亲手做的，而且比平时都要丰富，种种迹象表明今天应该没有好事。果然，后娘让自己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门口就来了个媒婆，这媒婆还带了一个管家过来，后面跟着好几个下人，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过来。从他们的聊天中，祝小平知道这媒婆是后娘请来的。原来后娘好几个月前就开始给自己物色对象，这不就找到了县城开绸缎庄的严家。这严家在县城是数一数二的高门大户，照理说像他这样的高门大户，有多少女子上赶着想和严家联姻？可事实却截然相反，主要是因为严家少爷是个病秧子。大夫说这严家少爷不仅是个病秧子，连后代都不知道能不能有。就因为如此，没有一家女子肯嫁到严家，就只好去农村买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做媳妇了。恰好后娘又请了媒婆给祝小平物色对象。后娘的要求是有钱就行，只要给钱，去给人家当丫鬟，或者活人给死人配阴婚都行。祝小平就知道自己的这顿饭不是白吃的。得知自己要嫁给一个病秧子之后，他和后娘说要见爹爹，也被后娘阻止了。见钱眼开的后娘，为了防止祝小平逃走，还让严家可以多派几个人在柴房门口守着。祝小平想逃都逃不了。第二天，他只好随着严家的人坐上马车走了。他以为到了严家，真的是要嫁给那个病秧子少爷的，至少情况会比在家里好吧。可现实却打了他的脸，就算在严家，也只不过是从一个虎口到了另一个虎口而已。他刚下马车，严老爷和严夫人就让他到大厅跪下。他们说祝小平只是自己买来的一个妾而已，想当正房是不可能的，连婚礼都不会举办。他的任务就是要照顾好体弱多病的少爷，别的不要多想，还给他立了很多规矩，告诉他这不能做，那不能做。祝小平初来乍到，又没有人撑腰，只能在一旁乖乖地听着。他看见严老爷坐在大厅的正中间，严夫人对他说着各种规矩，好几个丫鬟和家丁站成两排，都恭恭敬敬地听着。此时却听到了一阵咳嗽的声音，这咳嗽声越来越近，最后看见一个人掀开大厅的帘子走了进来。大家都不敢作声，就连严夫人也停下了口中的说辞，对着那个人说道：儿呀，你怎么起来了？这是我买来给你冲洗的丫头，你看看满意不？听见两人的对话之后，祝小平就知道这个肯定是严家的那个病秧子少爷了。少爷听了母亲的话之后，就走到跪着的祝小平面前，将他的下巴托起来，不屑地说道：到底是农家女，一股乡下味，这种女子给我冲洗？娘，我的病好不了吧？严少爷一说完，又开始咳嗽起来，整个人倒在地上。大家都纷纷过去将他抬到房间。奇怪的是，来给严少爷看病的除了大夫之外，还跟着一个道士。
两人看完之后，对着严家夫妇说道：“时候不多了，要早日安排人去采摘诛仙草。”严夫人听了之后，就命人将祝小平带到自己的房间，端来一碗药，让祝小平喝下。祝小平不知道这是什么药，他虽然知道不是好事，也只能喝下。等他将药一饮而尽之后，严夫人就开始发话了：“你要上山帮我儿子摘诛仙草，这诛仙草很难寻觅，只有在山上过夜才能找机会寻得。万一不小心，就会冻死在山上。你身为我儿子的小妾，这件事就派你去。不过你别想逃走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刚刚喝的毒药会发作，只有回来才能解。这样一来，祝小平只能帮这个病秧子少爷上山找诛仙草了。”他带着一把镰刀和一个小筐，还有他那不服气的表情，往后山的方向走去。严夫人说，诛仙草在晚上会发光，若是白天的话，和普通的草一样，是没什么区别的。他只能在山上等着，手上还带着一件厚厚的棉衣。这会儿正好是下午，若将棉衣扔了，晚上怕是要冷死。一会儿之后，他就到了之前砍柴的地方，又想起那一晚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开始担忧起来。万一被严家人发现了自己的秘密，他是不是就完了？该来的迟早会来，还是不纠结了。祝小平在山上好多天都没有找到传说中的诛仙草。他早上在山上找个阴凉的地方待着，晚上天黑了才开始找，冷了就将棉衣披上，饿了就摘点野果，打几只野兔充饥。因为严夫人说过，找不到就别回去，死在外面好了。严家不缺他这一个人。这一天晚上，祝小平还是和往常一样，拿着火把在山上找寻着。他早已习惯了夜间的寒冷和恐怖的叫声，可还是无果。今天晚上特别冷，就算穿上棉衣，也无法抵抗寒冷。他还是直打哆嗦。在翻了一个山头都无果之后，他终于放弃了，找了棵大树靠着，把棉衣当成被子盖。不巧的是，一阵寒风忽然吹过，将棉衣给带走了。在睡梦中的祝小平毫无察觉，只是觉得越来越冷，最后蜷缩成一团。在迷迷糊糊当中，他好像看见有一个发光的东西朝自己靠近，可是他太累太困了，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就又睡过去了。他眯着眼睛，在睡梦中感觉有个东西将他的身子越箍越紧，然后紧紧地勒住。与此同时，他却不感觉到冷了，有一股暖流进了他的身体，让他觉得好像在自己的被窝一样，特别安心。他好久都没有这种安逸的感觉了，睡得就更沉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祝小平发现自己的身上竟盖了一张蛇皮，这张蛇皮就跟被子一样大，非常软乎，而他的手上竟然还拿着一株草。这株草仿佛是有生命力的，能读得懂祝小平的心思。在祝小平看他的第一眼之后，忽然闪了一下光，祝小平惊喜不已。没错，这就是他要找的诛仙草，他终于可以回去了，给严夫人有个交代，他体内的毒也能解了。他觉得那张蛇皮昨晚帮自己度过了寒冷，想收起来带回去，可当他回头的时候，蛇皮竟然不见了。莫非这蛇皮会自己走路？他没有多想，蛇皮不见就不见了吧，只要找到诛仙草就够了。拿着诛仙草，祝小平终于回到了严家。严家少爷因为诛仙草还没有找到，一直咳个不停，正在房间摔东西，看见祝小平拿着诛仙草来了，他不但不感激，还将祝小平给骂了一顿：“你是死人吗？找棵草找那么久，想让本少爷死就早点说，本少爷现在马上送你上路。”说着就要动起手来，还好严夫人赶到，将儿子给阻止了。
他将诛仙草交给了大夫和那个道长，让祝小平先回自己的房间休息一下。祝小平一觉醒来就到了晚上，严夫人带着大夫来到祝小平的房间，对祝小平说道：“感谢你找到诛仙草，我儿子有救了。我现在就让大夫给你把脉，将你身上的毒解了。”大夫拿着药箱给祝小平把完脉之后，皱起了眉头，他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严夫人把所有的下人都叫到外面去，让大夫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大夫看了祝小平一眼，又看了看严夫人，忧愁地说道：“夫人，您儿媳体内的毒已经没有了，不用解。可是她怀孕了。”“什么？怀孕？”严夫人听了如五雷轰顶，她整个人差点没站稳，摔到地上。还好旁边是张桌子，她将桌子扶住，坐到了凳子上。接着严夫人就大声斥责：“好啊，你这小丫头，还没有和我儿子睡一张床，就有了个孩子，你这个不干不净的东西，还想入我严家的门？你说这孩子是怎么回事？你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，这真是对我严家的侮辱。”祝小平也一脸懵，她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自己怎么就怀孕了，而且她的身体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难道说是那一晚在山洞的时候？这下真的糟了，她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，但是她绝不能承认，就说自己不知道。还没等祝小平来得及解释，严夫人和大夫就已经走出她的房间，将门砰的一声给关上了。只听见门外传来严夫人的声音：“你们在这里守着，没有我的吩咐，不准祝小平踏出门口半步。”丫鬟们听了，都疑惑地点头，也不敢多问。等严夫人走后，祝小平只觉得自己又想睡觉了，可能是怀孕的缘故，忽然就睡了过去。在梦里，她看见一条大蛇朝她爬过来，然后又变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哥，对她说道：“等的就是你，娘子，我很快就来救你，你别怕。”相公，真的是你，相公。祝小平刚想抱住男子，却被严夫人带来的人给浇了一盆水在头上，才知道自己做了个古怪的梦。严夫人听见祝小平刚刚说的梦话，说道：“还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刚刚梦里喊的相公是谁？”不容祝小平辩解，严夫人就命2个家丁将她拖到了严家大院。大院里架起了一个木头架子，下面都是稻草，一看就是要将祝小平给点天灯。在架子的下面还站着祝小平的后娘和亲爹。严夫人应该是将祝小平怀孕的消息告诉后娘了。后娘看见祝小平被人嫁过来，不但没有帮祝小平，还当着祝小平的面对严夫人说道：“夫人，既然是我们家的这丫头犯了事儿，那您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毕竟是我们理亏。听说您家的公子若要治病，需要活的女子祭祀才会好，这丫头不懂事儿，她就该……”祝小平对后娘无望，他还是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亲爹，可惜父亲也是收了人家的彩礼，不然弟弟以后怎么娶媳妇？在高高的火架上，祝小平张开双臂，被绑在那里。他空洞的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没有一丝留恋，因为他已经麻木了。最疼自己的那个人是母亲，他早就离开了自己，现在他也要追随母亲去了。祝小平闭上眼睛，低着头，在心里呐喊：“娘，孩儿很快就要来见你了，等我。”渐渐的，祝小平觉得下面的火苗蹿上来了，脚底板越来越烫。就在他赴死的时候，好一会儿，旁边都没了动静。他忽然听见后娘和严夫人“啊”第一声叫了出来。祝小平睁开眼，看见脚底下的火被浇灭了，严夫人和后娘还有那些家丁都躺在地上。他好奇地一抬头，
竟看见梦中来找他的那条大蛇。那蛇飞到祝小平的身边，幻化成山洞里那个俊美的男子，说道：“娘子，你受苦了，原谅我不辞而别，又未能及时赶到，现在没事了。我说过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没人敢欺负你。”祝小平从火架子上下来，抱住男子，难以置信地说道：“那天在山洞真的是你吗？我以为是假的，可是我怀孕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孩子是你的吗？”男子才对祝小平道出了事实，他是一条蛇妖，但是他心地善良，从未杀生，所以才修成为人。那天是他变为人的第一天，就被石头压住了。母亲曾跟他说过，人类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能救他的女子，就能帮他度过情劫。因为被祝小平所救，他第一眼就爱上了祝小平，才和他结合。只是结合的当晚，由于他的修为不够，吸收了人气，只能先回山林重修。但是他却时刻注意着祝小平的动向。祝小平上山冷的时候，那张蛇皮就是他给盖上的，连诛仙草也是他帮祝小平摘的，就连毒也是当晚他帮祝小平解的。他原本以为帮严家人做了这些之后，祝小平会被好好对待，哪知道因为祝小平怀了自己的孩子，就要将祝小平给烧了。大蛇终于坐不住了，完成了最后一点修行之后，就托梦给祝小平，然后匆匆赶来，看着院子里欺负自己娘子的这一帮人，大蛇的口中吐出了火焰，接着整个严家的宅子都起了熊熊大火，外面的人怎么都进不来，里面的人想逃也逃不出去。第二天，整个县城的人都看到严家的宅子成了一片废墟，就连严家的铺子也都起火，里面的货物全都烧了。祝小平的父亲、后娘还有弟弟都葬身火海，严家铺子里的几个伙计要不是逃得快，也早就没命了。而祝小平则跟着自己俊美的相公到了大山生活，他们夫妻恩爱有加，大蛇陪着祝小平过完一生，度完了情劫，就飞升成仙了。在当地，祝小平和蛇仙的故事广为流传，大家都说做人要像祝小平一样善良，才能遇到好姻缘，切不可学他的后娘，害人又害己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